撒谎。没有撒谎。上次问你的时候，你几乎把夏冰清形容成一个荡妇，这次你又说她很专情，到底哪次是真的？如果上次是真的，那么现在你就在撒谎；如果今天是真的，那么你们第一次发生关系的时候是他主动的吗？看着我。有戏了。徐山川，我们都是做父母的。你有个女儿对吧？我也有一个，10岁。老夏也有一个。我们把他们一天天养大，就像养花儿。我们把种子埋到土里，看着它破土发芽儿。我们给它浇水，来回来去的挪地方。太阴了，怕烂根；太晒了，怕干死。我们一天天的看着它长大，终于有一天，它开花了，开得那么漂亮，那么饱满，结果一下子就没了。你想没想过，如果没有当初的那件事情，就不会有后来发生的一切。夏冰清就不会在那天出现在案发现场，这就是蝴蝶效应。你觉得他的死和你无关，可这一切都是因为你才是始作俑者。一个爱你的人因你而死，你现在却不愿意承担曾经对他的伤害。他现在死无对证，你难道就没有一点愧疚吗？你换位思考一下，如果夏冰清是你的女儿，你怎么接受这件事情？你知道夏冰清的父母现在是什么状态吗？今年他爷爷奶奶去世的时候，我们去扫墓，冰清就一直哭。他说爱上了一个有妇之夫，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说你必须离开他，重新找一个。我的女儿可不能给别人当小三儿。没想到一下子就像点了他的火药桶。他说他这么做都是为了给我还债，还说我无能。我不知道他会遇害呀。我要是知道，我宁可杀我自己，我也不会打他呀。现在想起来，我都想把我这只手给断了。我追到他的时候，孩子就站在瀑布前面，柿子虚得像纸一样。冰清，不能干傻事儿啊！妈妈知道你心里难受，对不起，爸爸不应该对你动手。妈妈替爸爸给你赔不是，好不好？别干傻事儿啊！妈，我经常觉得，如果没有我，这个世界可能会更好。这个世界它会不会更好，妈不管，但是妈不能没有你啊！妈妈就你一个孩子，妈要是没你了，妈也活不了了，妈真的活不了了。我求你别干傻事儿，再听妈妈给你跪下了，妈妈求你别干傻事儿，妈求求你。妈，不哭了啊，起来，答应妈妈好不好？我没想死，我要是死了，就陪他们。我真是没想到，那次的拥抱，凶
你能哭，说明你不是一个铁齿心肠的人。你知道他父母看到他尸体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吗？别说了。薛婵婵，你爱夏冰清吗？爱。你们第一次发生关系，是他主动的吗？是我强迫的。没想到你比我来的还早。今天不用加班啊？我想找个人庆祝庆祝，想了一圈，最想找的人还是你。抓到凶手了？没有。那庆祝什么呀？虽然还没抓到凶手，但是抓到了一个强奸嫌疑人，也算阶段性成果吧。祝贺。凶手也许就是强奸嫌疑人，我迟早会找到证据的。那你就专心的找证据，我相信你。对我来讲，他承认强奸比承认杀人还重要。如果不是强奸，夏冰清就是迫害别人的第三者。所以从办案的开始，我就特别在意有没有强奸行为。这下终于坐实了，夏冰清是双重受害者。这么大的心理问题都解决了，咱们两个没理由不好好过个二人世界吧？嗯。别闹，你的案子还没破。你先抓了凶手，再说我这事儿行吗？你看着办。主动交代、坦白，还是被我查清楚，是两回事儿。你说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啊？我要不这么着，我找那2天跟我打牌的人出个证明，签字儿、按手印那种，行吗？你觉得我会信吗？这话不像你这种智商说出来的话呀，穆教授。就那几个人，一顿饭就能搞定。用你们的行话说啊，我取证叫严肃文学，你取证通俗文学。反正你现在咬文嚼字的功力啊，肯定是凌驾在我之上了啊。越了解嫌疑人，就越接近真相。看你老实干什么？你厉害，那你说怎么才能信我？看着我。你说没说真话，我能看得出来。123木头人，一不许说话，二不许动。你怎么这么讨厌啊？你知道我讨厌你还约我，真是。也奇怪，取得了这一点成绩的时候，为什么不是跟同事们庆祝？为什么选择跟你？
因为我爱你。那是你的事儿，说不过你。可能你是离我最近的人。错，我觉得是因为在你的潜意识里，你相信我。你臭美了你。我臭美了。我有感情洁癖，这事儿没弄清楚，我身体会本能的拒绝。不好意思啊，要是扫了你的兴，我跟你道歉。我们两个呀，已经好久没有好好拥抱过了。我也是没办法，有时候身体不听脑子使唤。我最近写的文字呢，都是言不及义，就是生拉硬凑的，凑字数，找概念，想法平庸，才华就像是从我脑子里边越狱了一样。我每敲一个字儿，我就反感一个字儿，好像反感是我写作的全部意义。我其实没闲着，但是我的课题没丝毫进展。你说的这些跟拥抱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了。心理学家可说了，拥抱呢是有21种功效的，它可以减轻压力，抵御心脏疾病，缓解抑郁症状，抗衰老。哎，这个好。快治治我！我觉得我最近老得特别快。你的拥抱有第22种功效，挽救我的财路。为什么你能10几年只喝1种茶，却不能只爱一个人？我只爱你。我真的有这个冲动吗？是不是在模仿《红与黑》里的于连？于连想抓的是别人老婆的手，我刚刚想吻的是自己的老婆。我是真有这个欲望，我仅仅是想讨好的。你还爱我吗？当然了。怎么个爱法？像贾宝玉爱林黛玉，你要吃药的话，给你尝一尝苦度。我这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我第一时间都想起你。你要是生气了，我就求爷爷告奶奶的哄你。贾宝玉答应你也信，他不是睡了袭人和几个丫鬟吗？换一种，
像《疯了之妻爱情》里边的阿里萨·埃菲尔米娜那样行吗？阿里萨是变态，你能举点靠谱的例子吗？靠谱的，像你爸你妈那样吧，也快70岁了，还挽着手这才长100岁。他们俩看不出来啊，一直都互相嫌弃，背地里不知道吵过多少次架。我爸现在还能牵着我妈的手，是因为他老了，他把我妈当拐杖。想想呢，我觉得还真是挺奇怪的。你说世界上这么多文学大师啊，我就没看谁写过一对夫妻爱到白发苍苍的。他们不是写甜蜜的初恋，就是写错过的暗恋，再就是半路杀出来的别恋。是不是在他们眼里边，爱情本身就不能长久？屁！这些作家都瞎眼了，没人发现这一空白。还记得人鬼情未了吗？我像里面的塞曼·莫林那样爱你，好不好？你做得到？我想做到，也能做到，但得看你给不给我机会。干嘛要看我？因为只有你能决定我们2个能不能白头到老。睡吧。去了。他永远在重复爱我，但怎么知道他还爱不爱我？真的是我多疑吗？我跟他认识了15年，生活了11年，熟悉他的程度绝不亚于熟悉自己的手指。为什么感觉越来越陌生？是我的敏感度下降，或是他隐匿的越来越深？可当初，他对我的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就因为这事骂你啊？还得赔队里一把雨伞。有功利没功利啊？是，打人是你不对，但是嫌疑人用语言侮辱警务人员可以吗？可以吗？你别生气了呀。但是我最近吧，确实办案办得有点烦，那人也是倒霉撞枪口上。今天这事儿真的是我不对，刑警就不能情绪化，我还是太嫩。我没觉得你不对，面对嫌疑人，警察要都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话，破什么案啊？你给王丽打电话，我跟他讲理去。你别笑，打去。我怎么从来没见你翻这么大火啊？哎，我老婆被犯罪嫌疑人调戏，领导还要骂她，我受不了，我觉得冤。哎呦，行了行了，好了，我这都不生气了，你还来上劲了啊？而且我们确实有规定，这嫌疑人抓回来之后，绝对不能动用任何武力。那我对你可以啊。嫌疑人不能调戏你，行了，领导也不能骂你。哎呀，行了，你越说越来劲了。我知道你理解我，知道你疼我。来笑一个。亲一下。你还把地擦了。先把衣服脱了。达夫怎么那么好啊？刚知道啊。谁啊？我你怎么来了？漫漫长夜，我来陪你。值班呢。我知道，你不用管我，我这么静静陪着你就好。你要备课，还要写论文，不浪费时间啊？没有你，我一个人待着，那才叫浪费时间呢。就一个呀？满够。
好的吧？哎，跟你商量个事儿呗。好。你以后能不能就在这屋抽烟？什么卧室啊、客厅啊，你就别抽了。哎，我其实特喜欢闻你的烟丝味儿啊，就是怕会影响到孩子。那个他呢，可以。我们娘儿俩对你做出的牺牲表示感谢。哎，大牌子，手工刀这是，是吧？好漂亮。可惜我戒了。为什么呀？你不是说你不抽烟写不出东西吗？写不出东西，能比老婆孩子的身体健康更重要吗？很自愿，很自愿，一点儿都不勉强。一点都不勉强。看着我，我可能看出来你撒没撒谎。1、2、3木头人，一不许说话，2不许动。小木同志啊，是个诚实的男孩。小邵，凭你的观察，你觉得穆达夫爱不爱我？啊？问这干啥？我想用我的婚姻关系揣测一下徐山庄跟沈小莹的婚姻关系。这完全两回事儿，不能比啊。我就想听听你的想法。你说你连杀人犯你都看得透透的，你还看不透他爱不爱你啊？我是远视，这近了看不清楚。我觉得吧，哎，能说说理由吗？至于啊？呸，这是我的词儿。你看啊，你天天穿得整整齐齐，面似红人，精神饱满的，怎么看也不像没人爱啊。那如果有人爱的话，爱情来自哪里？不就是姐夫吗？不可否认，以前我也喜欢听好听的话。王局，我吃饭呢。好。怎么了？徐山川翻供了。什么理由？他说当时被你把思路带跑了，脑子迷糊，说错话了。我绝对承认，你对徐山川的审讯非常精彩，都可以当教材了。那怎么还让他翻了？你说呢？你跟我嚷嚷什么？没有证据，人家想翻就翻，这是人家的权利。你冒险审讯他的时候，就应该有这个思想准备。他自己的供述跟我们掌握的全都一致，我认为绝对不是他说错了。你认为，我也认为。要是认为就能定案，还要证据干什么？连你也不听我呀？我听你，谁听我呀？宣布一下啊，大坑案暂时由凌芳负责。你压力太大，先休息一阵。这不是您的意思吧？咱俩都执行命令就行了。这么晚了不睡觉坐这想什么呀你？我说了，你能帮我解决吗？啊，那你就说着了，我看看能不能帮你解决。你能让嫌犯不翻供吗？不能，你能不释放嫌犯吗？不能。
你能让我重新负责这个案件吗？也不能。什么不能还问？那这么说来的话，是挺无能的。更无能，那鱼都抓到手上了，跑了。就像马拉松跑了一半，赛事突然宣布取消了，你说丧不丧？是有点丧气。哎呀，不完全，你就趁这段时间好好休息一下呗。案子没破，我哪有什么心情休息啊？你说夏冰清这个傻丫头，好歹留点证据啊，哪怕是一段录音、一条内裤，都有可能定那人的罪。是不是你说的？录音是辅证，不能作为直接证据。理论上是的，但是有了辅证，至少徐山川没那么容易翻供。你坐着能熬出辅证吗？身体不都熬坏了吗？睡觉了，好了。真香啊！爸爸给你洗的头啊？对呀。来看看手手。这是爸爸昨天帮我剪的指甲。看看耳朵。爸爸也帮我掏过了。那你听没听爸爸的话呀？听呀，爸爸说我最乖了。那你爱不爱爸爸？爱呀。爱不爱妈妈？爱。妈妈问你啊，爸爸爱不爱妈妈呀？爱。你怎么知道呀？爸爸每天都会给你留饭，而且挑的都是最好吃的，留的可多了。你在的时候呢，他就吃一大碗；你不在的时候呢，他就吃那么咩咩的一小口。咩咩的一小口。堂堂一个大教授，怎么还穿着有洞的内裤啊？嗨，除了你就没别人看见。再说了，我敢穿这种内裤，证明我还在手底。我网上给你买那些内裤，你没收到吗？收到了。收到怎么不穿呀？弄得像我虐待你似的。内裤呢？走到办公室的抽屉里了。干嘛锁起来啊？怕谁知道啊？怕谁知道？是因为我收到的时候看是匿名的，我就怕是那种说先把东西给你发过来，你确认收货之后就跟你要钱的。我连包装都没拆。是吗？吃饭吃饭。陆大夫。对。其实我特想知道，你收到内裤的时候，首先想到是谁给你寄的？你呀，还能谁呀？又说谎。你要是觉得是我的话，你就应该问我呀，哪怕试探性的问一下。可你一声都没吭，就像心里藏着什么巨大的秘密，生怕我知道。这不越说越离谱嘛？也就是说，你给我买内裤不是为了关心我，你在试探我呀？我到底是想关心的还是考验的？我在网上帮他买内裤时想到的是尽妻子的责任，但没有想到潜意识里竟然是想考验他。否则我为什么要匿名购买？为什么不留家里的地址？为什么不先跟他打声招呼？我承认，我是没想过你能给我买内裤，但这说明不了什么呀。说明有可能有别人给你买内裤。不，说明在我心里呢，我觉得你压根儿就不会给我买内裤，你也确实从来没有买过。不是我不买，是你不敢穿。当有一天我给你买的内裤你都不敢穿的时候，只能说明你心里有鬼。我有什么不敢穿的呀？如果你告诉我是你买的，我就穿呗。我不穿是因为2点：1，我怕网络诈骗；2，我怕有人搞恶作剧。行了，这是我的一个考验，恭喜你，没过关。考验，过关，这是正常人过的日子吗？可我想知道你是不是诚实啊？我想知道你是不是还爱我呀？你别总问我爱不爱你，如果有空你也好好想一想，你是不是还爱我？
对你的爱可以分3个阶段。第1个阶段，口香糖期。顾名思义，那个时间我们的感情就像口香糖，又甜又黏。穆达夫，快过来！啊，来了，快点儿！来了。快来陪我玩。什么呀？你不是答应陪我玩了吗？有事儿没忙完呢。玩一把。废话，这不很简单吗？这。我赢了！你怎么这么笨？接着来。这事儿赢了耶！你还玩吗？5局3胜。好，难度有点高啊。你可以，好厉害呀！漂亮，漂亮。你怎么那么听话9局5胜。你好像我的警犬呀！穆达夫。哎呀，你太没成就感，不玩了，我都困了。不可能，不可能！再来1局，最后1局，好吧？49局25胜，行不行？最后一局，最后1局，那得赌点啥？赌。谁输的话，睡觉不许盖被子。没问题啊，来吧，来吧，真的是我不信了。骄兵必败呀！小人得志呀！你说个软话，我就把被子给你盖上。愿赌服输，晚安。哎，我盖被子，怪我。怀念吗？你不怀念吗？这个时期可能是3年左右，也可能没到3年。我们的感情就进入了第2个阶段，鸡尾酒期。时间是从我怀孕到焕宇5岁。我承认怀孕之后我的心思没有都在你身上，可我仍然觉得我对你的爱一点都没减少。我只不过换了一种方式，通过爱焕宇来爱你。换句话说，我们的爱情少了一半。不管这一半是给了焕宇还是给了什么，我必须得承认，爱情就是少了一半。不是有人请你吃饭吗？吃完了。这么快啊？我就想早点回来看看焕宇。男神酒气，别把他熏醒，我刚拿他补水针。戒了。洗手去。你给我爸写的评论发表了。哦，还挺快的。你实话实说，你觉得我爸的书写的怎么样？你怎么不说话呀？沉默也是一种态度。你变了。谈恋爱的时候，你说我爸的作品可以跟卡波特的冷血媲美；结婚后，你说他写的东西都是垃圾。现在好了，你连意见都不愿意发表了。你爸那次文章写的确实挺垃圾，根本就不是他的水平。废话，天天忙着跟我妈吵架，能写的不垃圾？你看你也觉得垃圾，而且那次我说完，你3天没理我。他是我爸，他的缺点只能我说，你不能说。你什么时候见过我说过你爸呀？我也一样，
你只是想听我说你爸的优点，人没那么多优点。我以前喝酒，借着酒劲儿可以说点让人高兴的话。现在我戒酒了呀，冷静客观，好听话自然就少。好话不说了，你那些怪话怎么也不说了？我怎么说？我说地球被污染了，你说你有本事移民到别的星球啊？我说我们领导不懂业务，你说你有本事你当啊？那我说的对不对啊？对，都对。你就是变了，你就是不承认。我承认，那也是被你改变的。我情愿为你改变。我告诉你啊，别一回家就往书房钻，洗澡睡觉，快点。嗯，来了。你就是变了。焕宇5岁生日快乐！这个时期，我们的感情就像鸡尾酒，所有的父爱、母爱、亲情、爱情全都搅和在一起摇晃，分也分不清楚。所以很快，我们的感情就到了第3个阶段，飞行模式期。时间是从焕宇6岁到现在。从哪儿偷的这些理论啊？我自己总结的。这个时期，我好像把爱情给忘了，就像手机调到了飞行模式，明明没有关机，却没有信号。嗯，你确实是把爱情给忘了。你现在给我买衣服像以前那样精挑细选吗？啊？我出差，你问我车次和班次吗？我到了之后，我给你发一个安全到达，你回复过我吗？以前9点钟不回来，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打。现在我凌晨不回来，你给我打过电话没有？光说爱情需要经营，经营什么呀？经营不善，是你消极怠工，跟我没关系。不得不承认，爱情在我生命中的位置越来越低，低到经不起任何风吹草动。好像一出现问题，我马上就想抛掉，所以我接受不了你一丁点背叛，哪怕一个苗头，我都会。会什么呀？你会什么？把我也抛掉吗？那离吧，反正你把什么事儿都当案情一样去对待，你也确实不需要爱情了，那也就不需要我了。这是你真心想说？你不就是想逼我说这话吗？妈，哟，回来了。哎，买这么些东西。哎，达夫跟焕宇呢？我要离婚。啊？为什么？不为什么。那是为什么呀？又不是写新闻稿，哪那么多为什么呀？不想过了，不爱对方了。你知足吧你！你爸我活快70了，只见过责任，没见过爱情。哼，想离就离，别学你妈，明明知道没感情，还凑合一辈子。既然你没爱情，当初干嘛搞在一起啊？别听你爸瞎掰，没爱情，那他当初手拿鲜花，单腿下跪向我求婚，那是什么呀？那是冲动。虚伪。哎呀，要说没爱情，
那也是我人老珠黄以后。哎呦，他横看竖看都不顺眼呐。明明是他鼾声打得震天响，非说是我把他给震醒。哼，这一辈子都在怪我，怪我不够漂亮，怪我不会发嗲，怪我文凭不高，怪我皮肤粗糙，还怪我不会照镜子，不像个女人。听见了吗？我告诉你，你爸我这辈子就是这么忍过来的，你就不能学学我呀？宰相肚里能撑船，天下哪有夫妻不吵架的？啊，一吵架就想着离婚呐。我们没吵，那为什么离呀？没感觉了呗，干嘛非得勉强自己啊？你可是这叫生在福中不知福啊！感觉比家庭重要吗？你就不想想孩子的感受啊？我跟你说，当初要不是怕伤害你，我跟你妈还真就离了。你们愿意和稀泥，我不愿意。那就离吧。你妈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儿就是没离。穆教授，你最喜欢的文学作品是哪一部？就我个人而言，我最喜欢的作品是《日瓦戈医生》。这么多年呢，我一直把它带在身边。得意的时候读它，失意的时候也读它。它的核心就是一个软弱的人，仍然没有放弃反抗，却一直被嘲笑。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下节课我们可以一起聊一聊它的作者，奥里斯·帕斯捷尔纳克。下课。穆教授，我是钟律师，冉东东委托我来跟你谈谈。认错人了。有什么事直接跟我说，找个律师干嘛呀？你也可以找。我不找。有些事不能代理。既然恋爱是俩人亲自谈的，那离婚也得俩人亲自离。我亲自跟你谈，你会同意离吗？我会不同意吗？那结婚这么多年了，你提的哪条要求我反对过？这么痛快啊？是不是早就有备胎了？备胎？就我这条件，离婚之后再找不难吧？女儿跟我，我不同意。那就跟你。这么爽快？我以为你会跟我争夺一下欢愉的抚养权。我爽快不是因为我不爱欢愉，是因为以我对你的了解，欢愉跟你不会受半点委屈。自从嫌犯翻供，领导不让你负责大坑案，我就担心你情绪失控，搞出点什么事儿来。我想过各种离谱的可能性，但有一点我没料到，你会把咱这家给弄散。那不是你要离的吗？怎么又怪上我了？我是出于自尊才那么说的。你都说不爱我了，我还能说什么呀？自从你开房不说实话之后，我就想到了，迟早会有这一天。我说过了，我没干过任何一件对不起你的事儿。我不信，那是你的事儿。就像我说了，1+1等于2，你说你不信，那是谁的事儿啊？你不要偷换概念，这不是1+1等于2那么简单。行，你随便，随便了。存款1人1半，鹤塘小区的房子归你，这套房子产权人变更为我和焕宇。行，焕宇的抚养费每个月打给你。好。东东啊，你是真想离婚呐？还是用离婚和认为我出轨这事儿去排解你破不了大坑案的压抑呀？你要是没什么问题，我就让律师起草离婚协议。
加一点。你说，不管谁带队，破了大坑案之后，我跟你办手续。有这个必要？反正你不同意，我不签字。成交。成交。你这整夜的不吃了，身体不都熬坏了？我在执行任务。我觉得自从我们定了那协议呢，你是不愿意交。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问的邵天伟，他请示了灵房之后跟我说，他们不怕你影响我办案？醒醒点吧！你现在盯梢的目标是他们放弃的目标，否则的话，他们不可能告诉我你在哪儿。你以为你在办案，但他们或许觉得你是在逃避。家里边有床你不睡，你偏得睡车上，以至于他们都觉得咱们两个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你是怎么回答的？我说我们夫妻恩爱，家庭和睦，还给了他们3个请求：一，请求他们相信你的直觉，据我统计，你的直觉有60%都是正确的；二，请求他们多给你一点时间，你肯定能把凶手给揪出来；三，请求他们配合你办案，因为你除了办案，你对其他都不感兴趣。你说的这个准确率也包括我对你出轨的直觉？不包括，因为你的直觉有40%是不准确的。照你这么说，我现在盯梢的这个目标也有60%的作案可能。按概率有可能，可60%毕竟不是100%。如果是你，住着这么好的房子，有着美丽的妻子和乖巧的儿女，你会行凶吗？我不会，但这仅代表我自己，不保证别人。因为有些人他就是喜欢作，瞎折腾。我折腾婚姻。对，说的就是你。今天不聊这个。哎，我问你啊，如果你现在要托人办一件很绝密的事情，你会托谁？我的第一选择肯定是你。那要看是什么事儿。杀人？我肯定不会杀人。假如，那就找有血缘关系的人，这近啊，这叫基因信任。来吧，喝点东风特饮提提神吧。这几天我对徐山川还有他周围的人进行电话监听，我有了点新的发现。林芳，你说吧。嗨，谁说都一样。哎呀，我这不休假呢吗？行，那我说吧。近几天来呢，徐山川的手机通话次数很少，除了有个别跟申月有关的，其余都是跟申小莹的，内容都是几点回家吃饭之类的。还有就是冉姐的新发现，就是他，徐海涛是徐山川的侄子，年龄31岁，高中毕业之后呢，没考上大学，在徐山川父亲的饮料厂工作了5年。后来在耐克康养中心总公司担任徐山川的专职司机。这一般来说哈，这老板的专职司机都得是亲信，为什么呀？老板在车里说什么他全都知道，因此我申请了对徐海涛的通话进行监听。
我发现有一个变声人的来电非常可疑，放。到时候大家都晚了，大家要一起从跨越镜。我查了这个变声人的手机号用户身份，居然是一个死者，买手机号用的是假身份证。这2次通话的地点分别是金浦路的橡树咖啡馆以及莲湖艺术学校的琴房附近，每次通话时间不超过1分钟，马上关机。小陆、小凡，马上启动对徐海涛的监视。好，任姐，你怎么确定这个电话跟大康案有关系呢？直觉呗。王局，王局，怎么，在家待不住啊？待不住，待不住就回来干活，偷偷摸摸的把大家扣在这儿陪你梳理案情，加班费你出啊。师傅，我可以回来了。那我顶着呗。谢谢师傅。喂，是准备好了，晚上见。欢迎光临。目标出现。2位的房卡，请收好。好，谢谢。收到，收到。哎，哥们儿，健身房在哪儿啊？那边。谢谢啊。让我健身房去了。喂，你在哪儿？交易取消了，有警察跟着你快跑！不着急啊，你想聊的时候咱们再聊，也没什么大事儿，就是跟你了解一下，那个给你打电话的变声人是谁。我不认识他，我没见过他。你不认识他，你给他送钱啊？只要把这人说清楚，马上就能走。但是你要不说，咱们可能就得熬夜了。给你叔叔打个电话，告诉他你在这儿，免得他找不到你。要不我帮你打？别，你给他打电话干嘛呀？他不知道我在外面的事儿。什么事儿？我委托那个人在网上赌球，因为网络上交易会有记录，我们就现金交易。怎么联系上这人的？他发了赌球短信，然后我看输赢倍率挺高的，我就下注了。你相信陌生人？我想赚钱嘛。他说，很多赌球的人他互相都不认识了。一共赌了多少次？钱怎么转出去的？这是第一次。他让我在新都大酒店的健身房，等他信儿。下了多少？25万。因为输赢是翻倍的嘛，就是我要赢了，我能拿到50万。买的什么比赛啊？世界杯半决赛。我买的法国对比利时，我买的比利时，因为比利时把巴西给赢。 25万从哪儿来的？我叔叔给我的。我想结婚，买了婚房，还是想按揭的。但我叔叔知道以后，就给我拿了200万，让我一次性付清。财务那都有记录，你们可以去查。是给还是借？算借吧，因为我在财务那都拿了借条，我叔叔也没说什么时候还，就先这样呗。 你跟谁结婚啊？这和赌
球有关系吗？跟谁结婚？他叫曾小玲。叫什么名字？曾小玲。和徐海涛什么关系？我是他未婚妻。你知道他最近在做生意吗？生意？他只会开车，不会做生意。他平时有赌博的爱好吗？没有。可是他说他最近在赌球。不可能啊，他每个月的工资全部都给我了，他没有钱赌。你知道他借钱的事儿吗？什么钱？跟谁借的呀？他跟徐山川借了200万。他借钱干什么呀？他不可能不跟我商量的。他说他借钱是为了把购房款一次性付清。叔叔不可能把钱借给他的。我们购入那套房之后不久，找叔叔借过钱。叔叔说歌里头不都唱了吗？想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就只能靠我们自己。3月15号晚上7点，你在什么地方？我在前台值班。都几个月了，怎么记得那么清楚啊？因为那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怎么特殊？那是叔叔的女朋友夏冰清遇害的日子。谁告诉你的？海涛。他什么时候告诉你的？案发后几日，具体我记不太清楚了。在这之前，他跟你提过叔叔的女朋友吗？没有。那为什么案发之后突然提起叔叔的女朋友？他说他挺讨厌叔叔的。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觉得叔叔感情不专一，背着婶婶在外面交了不少女朋友。他不仅讨厌叔叔，也讨厌围在叔叔身边的那些女人。他觉得他们就像是组团来骗钱的。他辛辛苦苦1个月赚的钱，还不如人家1次的收入，所以他挺不平衡的。你觉得他们叔侄关系怎么样？不怎么好。他觉得自己特别憋屈，有一个大老板的叔叔，却不能靠他。3月15号晚上7点，徐海涛在干什么？他在陪我值夜班。他平常都陪你值夜班吗？叔叔不叫他开车的时候，他都会来陪我值夜班。不信你们可以去问我们的前台保安，或者是我们同事都行。我说我不信了吗？没有。你对徐山川是什么看法？徐总，他这个人，我们不是很熟，平常也很少说话，挺有能力的吧？你从客房部入职部门经理，用了才不到1年时间啊。我工作很努力的，看得出来。冉姐啊，我觉得你刚刚是不是有些话堵住没问出来啊？你听出来了？啊？那他可能也听出来了。我有个猜测。哦，我什么都没说啊。我也什么都不知道。你从曾小玲的回答中捕捉到什么有价值的信息吗？第一，徐海涛从来不赌博；第二，如果不是特殊情况，徐山川不会借钱给徐海涛；第三，徐海涛讨厌感情不专一；第四，徐海涛很爱曾小玲。没想到表面看起来憨厚老实的徐海涛也在给我们捉迷藏。但是案发当晚，他确实在陪曾小玲值班。这就是复杂所在。你知道曾小玲跟徐海涛是怎么爱上的吗？不知道。麦克康养中心总店经理是徐山川的情人小刘玉萌。这我知道，他是你的秘密证人。开始的时候，刘玉萌以为只有自己是他的情人，后来发现还有小尹，再后来发现还有夏冰清，一系列的发现让他的自尊心受挫，因此对男人失望，对女人嫉妒。你的意思是刘一萌嫉妒曾小玲？曾小玲是前台服务员，她的笑容常常被刘玉萌当成是勾引。
刘玉萌需要他的微笑接待客人，又怕他的微笑会挑逗到徐山川，所以他经常找曾小玲的茬。真是变态啊！有一次在大堂，刘玉萌在那儿训曾小玲，被来接她的徐海涛给遇上了。徐海涛在那儿站了1刻钟，刘玉萌还在那儿骂。徐海涛实在受不了了，说：“刘总，这是我女朋友，给点面子。”就因为这个，曾小玲爱上了徐海涛。你想表达什么？心理学家认为，越是在危险的环境中，男女越是容易产生感情。还是不明白。也就是说，英雄救美人，美人也一定会爱上英雄。如果没有外部的危险环境，曾小玲未必会爱上徐海涛。那你想怎样？给徐海涛点外部刺激，没准他就开口了。我们看了当晚所有的新都大酒店监控录像，发现这位神秘人物非常可疑。放大，再放，送技术科，尽可能还原。好，冉队在那边。有什么发现吗？栏杆上没有留下任何指纹，台阶上有2个41码运动鞋的血印。露台到游泳池的直线距离约50米。如果这个人的双肩包里有副望远镜，那小鹿的双眼皮他都看得清清楚楚。可以断定这人就是边生。当他看出小鹿之后，马上就给徐海涛打了电话。冉队，技术科送来的。怎么这么像吴文超呢？什么叫像啊？这就是吴文超。别用眼，让他开门。这个脚印与新都大酒店的脚印一致。来这儿。把这点都拍下去。拿那个。原来吴文超真有超现实主义画家达利的人格特质，顽皮，喜欢做出格的事情。吴文超公司提取的脚印跟新都大酒店的一致，说明监控里的人确定是吴文超。我们去他公司已经人去楼空了。这个徐海涛是铁嘴钢牙呀，死眼赌球，编得还挺圆。你怎么确定徐海涛到新都大酒店是去见吴文超呢？首先，他们俩都认识夏冰清。第二，我觉得他们俩出现在同一个地方，这种巧合的几率非常小。那就找到吴文超，撬开徐海涛的嘴。你报的警？说说吧，怎么回事？刚才有个人急匆匆的进来，说要借用洗手间，我就告诉他那边有。接着说。后来
街道的阿姨送这个来，说每家都要贴上。我一看，好像就是刚才那个人，就给你们打电话了。他什么时候走的？不知道。走廊的尽头有个后门，他很可能是从那边出去了，没从这里走。多久了？不知道。他有没有可能还在里面？我不知道，我不太敢过去看。你再仔细看一看，确定是这个人吗？不太确定，但就是很像。他穿什么衣服？就是一件深色的衣服，戴了帽子，背了一个包。我离婚了。为什么？因为你请洪安阁当说客，结果说客被策反，他们一致认为我们俩把他们给绿了。抱歉啊，我真没想到是这种情况。说我们俩把他们绿了，事实上并没有。但是洪安阁回来一直问我到底有没有把他们给绿了，我就以为好像自己真的把他们绿了似的。你这是心理暗示，情境的想象产生事实，谎言说多了，你会被误认为是真理。所以我们还是离了。我受不了伴侣一直无休止的猜忌。我为了你的家庭牺牲了我的家庭，具体的说是牺牲了我。你说我找谁说理去？冉东东还在跟你闹离婚吗？已经不闹了。你们和好了？差办手续。不如我们就随了他们的心愿吧。假如未来都被他们言中，那我们岂不是活在套路里？你笑什么？我想太多了。二位见过这人吗？你跟踪我呀？我没那闲工夫，巧合而已。无巧不成书嘛，我们写书的人都理解的。当一个作家不愿意承认他才华枯竭的时候，巧合是块最好的遮羞布。你说的对。当一个妻子不愿意承认感情破裂的时候，工作忙也是一块最好的遮羞布。贝珍老师果然名不虚传，无论创作还是生活，都那么才华横溢。再珍贵的才华，在冰冷的质疑和充满恶意的挑唆下，也会被消耗殆尽的。东东啊，在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之前，先别说。怎么回事重要吗？重要。没有工作重要。你说的对。姐夫，我说句话你别不爱听。知道我不爱听就别说。就目前来讲，您二位确实没有犯罪分子重要。安检玉兰巷有人举报发现嫌疑人。贝珍休息了吗？我怎么知道？你不是从他那儿回来的吗？我从东西那儿回来的，他今天过生日。
那你替我祝东西老师生日快乐啊！今天人家都是以家庭为单位出现的，唯独我一个人。他们又不是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再说咱俩马上就要没关系了，你带贝珍去也合理。你这么晚不睡觉，就是预备着跟我吵架吗？当然不是啊，我就是想问问什么？咱俩这还没离呢，你就明目张胆的跟贝珍扯到一起，这么做是不是有点不大合适啊？明目张胆扯，这些话都带着明显的攻击性。你是反对我攻击你，还是心疼我攻击他呀？况且今天是他攻击的我。是你先无理的，你要不先说那些话的话，他不至于反省。作为你还没有离婚的妻子，看到他单独约你出去谈情说爱，有那么点无理，这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别信口开河，我没跟他谈情说爱。贝珍离婚了，找我聊聊，怎么了？离婚为什么找你聊啊？他离婚是因为你，因为你煽动所有黄安阁，让他相信贝珍出轨了，所以他们离婚了。那他出轨了？我不知道，你去问他去。他要是没出轨，洪安阁所有猜测就是无效的，那怎么会离婚呢？你用这话问问你自己，当两个人离婚的原因是一个人认为另一个人出轨了，而不是另一个人真的出轨了，这桩婚姻就他妈完蛋了。我跟你就是这么离的。欢迎光临莲湖酒店。喂，我到了，哪个房间啊？1205。欢迎光临莲湖酒店。
喂，到哪儿了？我到大堂了。出电梯右手边。好的。疯了！你是不是疯了你？你何苦呢？不是要破案吗你？我终于知道夏冰清割腕时的感受，我要体会受害人的绝望，对破案容易有灵感。你有病！这么下去不行，做个交易。什么交易？要么跟我去看心理医生，要么我去你队里跟领导请假。你要是阻止我办案，我现在就跟你办手续。要能让你身心健康的话，我宁可现在立马就跟你离婚。破了案再去行不行？不行，你不去的话，明天我去队里，告诉他们你有自杀倾向。行行，去，看看咱俩到底谁有病。你有病，都什么样了都？爸爸妈妈，我去上学了，拜拜。别忘了咱俩说。请坐。你们两位谁要做心理咨询啊？是她，我妻子，她是一位……我不要你说，我要她说，请你回避一下。说说你想说的吧。完事了，走吧。完了啊？你坐这等会儿，我进去跟他聊两句。我就是想知道，他的心理问题是不是很严重？他逻辑清晰，言语表达正常，不像你说的有什么心理问题。
为什么每次都能证明自己正确呢？难道是我得了多疑症？你要不要也做做心理咨询？刚才你们谈什么了？他出去的时候我看挺高兴的。他跟我谈了半个小时，基本都是别人的故事，问我能否看出这人有什么心理弱点。我告诉他，这个人是一个孤独的灵魂，极度缺乏爱，渴望爱，尤其渴望母爱。他问我，可不可以把今天对话的录音发给他？难怪了，他谈的都不是自己。在我这里，不管他谈论什么，最终谈论的都是他自己。他和那个人一样孤独，虽然他表面被爱包围着。啊？你竟然说一个在蜜罐里的人不甜，用盐腌过的萝卜不咸，把眼睛睁到天明的人不失眠？真的，我呢，严重怀疑你的专业能力。你笑什么？你太敏感了。你觉得今天这心理咨询师怎么样？我看你心情挺好的，很多收获是吧？对我很有启发。那就好。启发。带来点东西给你，我最喜欢的3本侦探小说。表面上写破案，实际上是写人性，笔锋特别的犀利。你冉姐她之所以破案厉害呢，就有这些小说的贡献。谢谢，我一定会认真拜读的。还有什么别的事吗？老家脱贫了，脱了。父母身体也都挺好的，挺好的。你要还有什么事儿就直说吧，就别铺垫了。你冉姐最近有点累，我想请你帮我做一个判断，她适不适合继续办案？我从来就没见他累过，尤其是办案的时候，我们年轻人都熬不过他。那是体力，我说的是精神上的疲劳，或是心理感冒。还没感冒啊？那就换个说法，最近一段时间他有没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比如说敏感多疑、情绪低落、经常发呆、记忆不好、思维迟缓、脾气暴躁，甚至是喜怒无常什么的，有吗？你说的这些，跟他一点都对不上。他思路清晰，比我们专案组的任何人都冷静。他记忆力超好，嫌疑人的每张照片他都记得，询问当事人的每句话他也都记得。他不仅对案件的走势判断准确，而且还善于发现被人忽略的细节。你没有回答我最重要的问题。看我们这一行的，如果谁不敏感的话，基本都会被淘汰。敏感是破案的优点，就像你们做学问，喜欢在无一处有一，否则我们根本就破不了案。天伟啊，你冉姐昨天晚上她我揪心了。不可能，我亲眼看到的。说实话，这事儿我挺矛盾的，跟不跟你说呢？说吧，肯定影响她的威信；
而且家丑外扬。不说吧，我吃不大准，再这么熬下去，还能不能挺得住？所以我想，我要不要跟你们专案组的领导去反映一下这个情况？你千万别乱讲，他根本就没你说那些情况，而且现在是案件的关键时刻，如果你反应不当，冉姐被调走了，那我们这个案子很可能就变成悬案了。难道你希望凶手逍遥法外吗？不行，这就是我为难的地方。我希望他能破案，但我怕他生病。所谓幸福是以健康为前提的。他健康没问题，真出了问题你负责吗？我负责。你怎么负责？抱歉，我说快了。最近他情绪如果有什么波动的话，你就及时告诉我。另外，在工作的时候，我希望你能帮我照顾他。还有，一点经费，你请他吃吃饭啊，给他买点衣服，有的时候带他唱唱歌，让他开心就好。谢谢。我说你一个教授，怎么动不动就用钱来解决问题啊？放心吧，我们是一个团队的，都会互相照顾的。况且，冉姐也没你说的那些毛病。夫妻之所以称对方为另一半，就是因为这一半病了，另一半会痛。他失眠我就失眠，他吃药我就吃药。我看着焦虑、痛苦、难受，我着急的跳脚，我想把自己变成囚犯，让他抓起来。你冉姐那人呢，不服软，她不愿意承认自己不行，更不愿意接受我对她的关心和帮助，所以我就只能在外围做一些缓解她压力的事情，偷偷的不能让她知道。我每天都在想，我怎么能让她像以前一样快乐？因为只有她快乐了，我们家才快乐。我现在甚至都害怕跟她交流，有心理障碍，因为她宁可相信任何人，她也不愿意相信我。哎，也许是她工作压力太大了吧。希望吧，希望吧。